本期测评是一期网友留言比较多的对比测评视频，单系统冰箱 vs 双系统冰箱。双系统冰箱我们选用的是荣升的507十字门，单系统冰箱我们采用的是海尔的472十字门，两款产品价格是比较接近的。目前比较多的言论是，无论是单系统冰箱还是双系统冰箱，它们的制冷效果和保鲜效果是十分相近的。双系统冰箱不串味儿，单系统冰箱串味儿，但是有杀菌净味系统的单系统冰箱它是不串味儿的。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一探究竟。外观方面，两款产品差别并不大，都是采用的传统的十字门设计。海尔冰箱的控制面板一如既往的设在冰箱内部，荣升的控制面板呢设计在保鲜室的门上。除了这个区别，就是颜色上面的区别了。不过还有一点不同，虽然说两款冰箱的材质都采用的是 PCM 屠宰板，但是荣升冰箱呢做了磨砂处理，对指纹更友好。海尔的472并没有做磨砂处理，更容易留下指纹。日常使用中需要更精细的打理。现在呢，我们来打开保鲜室看一下。打开保鲜室以后，我们能看到明显的区别。海尔的472相比于荣升的507少一个抽屉和隔板，这使得它的空间利用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因为瓶装的食品我们一般都会放在隔板上，蔬菜和水果很少有这么高的，即使是瓶装的食品，它也没有那么高，也无法进行存放。海尔的472售价相比于荣升的507还贵了几百，然后呢，这一个抽屉加一个盖板的成本，我觉得有100块钱够了。就即使这100块钱，海尔也要减配，而且这个减配造成巨大的空间浪费，这真的是让我很无语。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冷冻区域。冷冻区域呢，两款产品基本上是相同的，左面3个抽屉，右面3个抽屉。左面呢是冷冻区，右面呢两款产品都是变温区，可以实现5到-20度的变温。这个变温区的好处呢，就是既可以当冷冻室，又可以当保鲜室，还可以当软冷冻区。下面呢，正片来了，我们开始测评部分。首先，我们将功率计清零，然后将两款产品分别插在功率计上，接上电源，测量耗电量，然后分别将提前准备好的蔬菜、水果放入冰箱。为了保证测评的公正公平，类似于西瓜、菜花、牛排等食材，我们均1分为2，尽量保持食材的鲜度统一。与上次不同的是，为了贴近精致人士的生活，我们也买了一些高端蔬菜，不拆封，带着保鲜盒，直接放在冰箱内。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我们用细菌检测仪检测下芒果上面的细菌情况，然后保存数据，方便7天以后做对比。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事，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由于两款冰箱都有变温空间，所以我们将牛排放置在变温空间进行软冷冻保存。冷冻室我们放入榴莲，然后我们分别在冷冻室、变温室、冷藏室放置温湿度检测仪。冷藏室温度统一设置为0上2度，变温室温度统一设置为0下3度，冷冻室温度统一设置为0下24度，
然后我们密闭冰箱，孰强孰弱，1周以后见分晓。书接上回，双系统循环冰箱和单系统循环冰箱究竟表现怎么样呢？现在时间已到，我们来一探究竟。我们先取下温湿度测试仪，然后呢，将它送至实验室进行数据比对。现在呢，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来打开冰箱，看一下两款产品真正的食材的保鲜效果都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小白菜，荣升507的小白菜的保鲜效果。小白菜呢还是比较水润，但是确实略微有一些干，整体效果还是比较不错。为什么这个冻了呢？这是海尔的472小白菜的保鲜效果，大家看一下，它明显的冻了，就是这个菜冻了，大家能理解吗？冻得发黑，然后已经这个完全是没有办法食用了哈，冻得发黑。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黄瓜。这是荣升507的黄瓜，表面也已经变皱了，但是应该还是可以食用的，里面还是比较水润的，没有问题。哦，这个是这个海尔472的黄瓜，大家能看到明显的冻伤比较严重。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这个为什么单系统循环的冰箱它的食物在保鲜室会存在冻伤的情况？这个跟摆放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都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你是双系统循环的冰箱，它是有2套蒸发器的，冷藏室单独有一个，冷冻室单独有一个。而单系统的冰箱呢，它只有一个蒸发器在冷冻室这边。然后由于冰箱最核心的功能呢是制冷，它需要保证这个冷冻室的制冷效果，所以说它的蒸发器在运行中温度是比较低的，比较低的时候吹风，那一部分风送给冷冻室，一部分送给冷藏室，它送的风温度都是比较低的温度，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然后它在冷冻室通过什么来调节呢？通过温度传感器来感应到冷冻室这个温度到多少，然后来停止它的这个送风，或者说来停机来调节温度的。那么这个温度传感器就存在一个误差，而它送来的风肯定是零下的风嘛，要不然冷冻室它冻不上。送来的风又比较冷，就会导致它这里面的食材存在冻伤的情况。但双系统冰箱就不是了，冷冻室单独是一个蒸发器，冷藏室呢单独是另外一个蒸发器，它冷藏室的送的冷风相对温度要高一些。即使它的温度传感器感应的不那么精准，它也不会出现冻伤的情况。冻伤的原理就在于此。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食材。生菜这个荣升的507也是有一点冻伤的哈，但是很少，然后食用起来应该问题是不大的。海尔的这个472就是大面积的冻伤了，这个确实是比较让人意外啊，但是在根部这个还是可以食用的，但是确实就比较差了。西兰花这是荣升507的西兰花，这是海尔472的西兰花，这个西兰花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哈。毛桃吧，这是荣升507和海尔472的毛桃，这个存储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哈，这个毛桃正常使用应该都没有问题，而且没有出现什么斑点呐、腐坏的情况。梨，这个梨应该是比较耐存储的水果哈，这个没有任何变化。然后西瓜，我们来看一下西瓜哈，西瓜放在冰箱7天，这是特别考验冰箱的保鲜效果的。这个没有变味儿。海尔的472的也没有变味儿。我们来尝一下能不能食用。哎，等会儿，没有刀了，就用手吧。没有问题哈。盒装的这个油麦菜吧，这个盒装的油麦菜，我们把盒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哈。大家这样可以看见，如果说这个青菜用这个保鲜盒封存7天，两款产品的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海尔的这个叶子呢，就只有这一个叶子变黄，其他的也都是非常不错，这个保鲜效果都是很好的。生菜，盒装的生菜，盒装生菜呢，这个也不需要看了，其实都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感觉一下，没有什么区别哈。盒装的这个菜叶呢，还是有一点问题，海尔这个出现了一点冻伤，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尔的这个盒装的菜叶出现了点冻伤。荣升572这个还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变化哈。荣升507口误，这个好像镜头有点低，每次都拍不到我的脑袋。茄子这个没什么问题，2个茄子，因为茄子可能比较耐存储一些，这都没有任何问题，是吧？辣椒2个吧，辣椒也是比较耐存储的食材，都没有什么问题。人参果吧，人参果我们看一下人参果，都还好。西红柿这个也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你看你这个镜头整的。芒果我们放在最后啊，一会儿我们要检测一下芒果的细菌情况。我们先看别的。榴莲味道啊，这里面还有什么？对，我们把蘑菇和这个桃酥都拿出来，因为呢，我这次是把这个荣升507，因为它有这个干湿分储的空间，我把桃酥呢也放在了荣升507比较干的这个空间，还有蘑菇。我们看一下蘑菇，它变得很干，蘑菇变得很干，那就证明荣升507在干湿分储这里面做的是很好的。然后它这个桃酥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哈，非常的酥，非常的脆，就和正常放在室外这个效果它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海尔的，海尔的这个桃酥也是一样的，就这个干湿分储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效果。这2款产品的干湿分储做的都比较不错。还有什么？没有了。然后我们是存储了一块肉的，这个是放在这个微冻空间，因为2款产品都有这个变动空间嘛。微冻空间是存储一块肉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的效果哈。那块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微冻空间肉的效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肉，这个保鲜效果都是很好的，但大家能看到这肉有一些冰晶的存在，对吧？这个肉呢几乎就是没有这个冰晶的存在。这个冰晶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这个冰箱是需要除霜的，它除霜其实就是一个在缓化，一直在缓化的过程。因为除霜是有加热管嘛，加热管的温度大概要在350度左右。它除霜的过程中，这个肉其实就不是冻上了的，它就变化了，然后呢再冻上。那么就证明这款冰箱在除霜的时候，它的这个温度升的比较高，这个肉呢受的影响比较大。它的理论上，它的这个营养损失要多一些，这个营养损失要少一些。另外我们再看这2块肉，其实也是，对吧？可以看一下这个冰晶，大家能看得特别明显吗？这个冰上面这个位置，这个冰一碰都要掉。那它这个冰呢也有哈，不能说没有，但是确实要少很多，这就证明它的温度变化，就是荣升507的温度变化比较小，冷冻室的温度变化比较小，变动的幅度比较小。那么肉呢就不是在一直在缓化的过程，它会锁定一些营养。但是海尔472呢，这个温度变化幅度会比较大。一会儿我们会拿一下实验室数据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哈。最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除菌效果。我们把芒果拿出来，然后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测试细菌的仪器，我们来测试一下杀菌效果。芒果拿出来吧。这个视频比较长哈，感谢大家耐心看完，十分感谢。我们先来测一下这是哪个海尔472的芒果哈。帮我把这个书打开。那什么，开机了吗？对吧？把那个也拿啊，这个我自己拿。这个呢是这个荣升507的芒果哈。
大家看一下哈，检测，好看数值。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的的，不是，再来看一下荣升的哈。好，出来了。这个在视频中大家也都看到了，两款产品最终的细菌数据呢都是0。在最开始的一个是1000多，一个是2000多，最高是多少无所谓了，因为这个是这个芒果上本身带的细菌量，但是他们最终都把这个细菌给杀成0，就证明荣升507也好，海尔472也好，无论是这个 IDP 净味系统还是这个 EPP 主动杀菌系统，这个杀菌净味效果都是非常强的，非常值得大家信赖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哈。就是我最开始在这个里边呢是放了2个榴莲的，是想试一下串没串味儿。但是我闻了很久哈，这个海尔这个472呢，它是没有串味儿的。正常的角度来讲，这个味道肯定是会要循环到这个冷藏室的。但是海尔472由于它是采用了 EPP 超净味系统，它这个杀菌净味效果比较好，所以说它确实做到了杀菌净味这个效果。荣升的507呢也是没有这个榴莲的味道的，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点它本身就是双系统循环，它就不存在这个串味的情况。第二点呢，它还有很强的这个 IDP 主动净味系统。实验室数据方面，测得双系统循环的荣升507冷藏室平均温度为0上1.2度，相对湿度为74.9%。单系统循环的海尔472冷藏室平均温度为0下0.7度。相对湿度为56%。从数据可以看出，单系统冰箱的冷藏室温度更低，这也解释了它的食材为什么会冻，并且海尔472冷藏室的相对湿度还是比较低。变温室方面，测得双系统循环的荣升507平均温度是0下2.6度，相对湿度为77.1%。单系统的海尔472变温室平均温度为0下2度，相对湿度为67.3%。从数据可以看出，荣升507的平均温度更接近设定的0下3度，控温更精准，并且仔细看黑色曲线部分，荣升507温度波动更小。冷冻室方面，测得荣升507平均温度是0下23.1度，相对湿度为73.9%。海尔472平均温度为0下22.9度，相对湿度为66.1%。我们仔细看一下黑色曲线部分，海尔472冷冻室温度有几次非常大的波动，这就是化霜时导致的冷冻室温度急速升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公密计，两款冰箱的运行时长均为170小时，也就是7天。在这7天，荣升507的耗电量为12.3度，也就是每天1.73度。海尔的472，它的耗电量为12.95度，也就是每天是1.83度。那么从此我们可以得知，双系统冰箱虽然说有2个风扇，但它耗电量反而要更低一些。虽然两款产品的耗电量可以忽略不计，但低就是低了一点。今天的测试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